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场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说，一场只花了短短18分钟就说服了整个国家，就完成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没错，就是美国总统甘乃迪的登月演说。它真的不只是一场政治演说，它更是一份人类挑战极限的宣言。在这支分析里，我们将会逐字逐句深入的来剖析甘乃迪到底是怎么用语言的力量，把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转化为整个国家的共同目标，而且这个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我们。我们选择登陆月球，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对吧？它现在几乎已经是人类勇气和决心的代名词了。但这句话真正的力量，其实并不在于词藻本身有多华丽，而是在于甘乃迪在说出这句话之前，花了整整10分钟做了一个完美的铺陈。它的结构是这样。他先描绘出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再抛出一个超级尖锐的问题，最后才给出这个铿锵有力的答案。所以今天的分析，我们就要跟着甘乃迪的思路，一步一步的来拆解这趟月球之旅是如何从一个为什么的大问号，变成一个我选择的惊叹号。好，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令人品息的步伐。要理解登月计划到底有多伟大，我们必须先把时间拉回到1962年。你要知道那是一个极度焦虑但又充满希望的年代。当时美苏冷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就在几年前，苏联抢先一步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号。你想想看，一颗在天上会哔哔作响的小圆球，让整个美国社会都陷入了一种技术落后的巨大恐惧。但矛盾的是，科技的进步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进。甘乃迪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精准地抓住了这种恐惧跟希望交织的时代情绪，把它当作他演说的开场。他是这么开场的，他说：我们的知识越是增长，我们就越能看见自己的无知。哇，这句话真的太妙了，对吧？它完美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当时人类刚解锁了原子能，发明了电视，但对于浩瀚的宇宙，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每一次科学上的突破，都像是在一个全黑的房间里点亮一根蜡烛，它照亮了你眼前的这一小块地方，但同时也让你看到了周围更加深邃、更加广阔的黑暗。这种知道的越多，才发现不知道的也越多的感觉，其实就是驱动人类不断去探索的根本动力。甘乃迪用这个有点哲学性的培论开场，立刻就把现场听众的格局整个拉高了。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甘乃迪用了一个我认为是天才般的实想实验，让现场所有人都瞬间被震撼到。他是这么说的：各位，我们来玩一个想象力的游戏。如果我们把人类有记录的这5万年历史，把它压缩成短短的50年，那会发生什么事？你看，这个比喻真的太强了，它瞬间就把遥远又抽象的历史直接拉到你的眼前，让每个人都能切身地感受到那种恐怖的加速度。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浓缩后的时间轴，真的会让人头皮发麻。在这50年的时度里面，前面整整40年，人类还在过着原始生活，住在山洞里。然后重点来喽。10年前，我们才刚走出山洞，5年前才发明了文字和轮子。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曙光其实才刚出现而已。更夸张的还在后面，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印刷术是今年才发明的。牛顿提出万有引力是上个月的事，而电灯、电话、汽车这些彻底定义我们现代生活的东西，你猜是什么时候？竟然是上个礼拜才出现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对当时的听众来说，他们的父母出生时，世界上甚至还没有飞机，而像盘尼西林、电视跟核能，则是昨天才刚发明。这个压缩时间轴就是要告诉大家，嘿，各位，
你们正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爆炸性成长的瞬间。这真的是一个令人平息的步伐。甘乃迪透露这个精彩的比喻，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正活在人类历史进步最快、最剧烈的时代。但你想想，这种神速的变化其实也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所以他接着说，面对这种变化，会想停下来，等一等，喘口气，这是人之常情。各位注意看哦，这就是非常高明的说服技巧。在辩论中，他用的这招有点像稻草人论证的反向操作。他不是去攻击反对者，而是先去同理他们，承认他们的疑虑是合理的。先说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然后他才会提出自己的论点来一一击破。我们继续看下去，在成功地营造了我们正处于历史加速的关键时刻这个氛围之后，甘乃迪就顺势抛出了那个时代最宏大也最大胆的目标。好，这就进入了我们分析的第二个部分，那个终极的问题：为什么？甘乃迪接着就直接摊牌了，他开始描述阿波罗计划的目标，但他不用任何华丽的辞藻，反而是用最冰冷、最客观的数据来凸显这个任务到底有多艰巨。他说，我们要发射一枚超过30层楼高的巨型火箭，这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还要高，然后飞向38万公里外的一个未知的 celestial body， 一个未知的天体。38万公里有多远？大概就是地球到月球之间可以塞下30颗地球。然后在一个完全没人去过的地方执行一个完全没人做过的任务，最后还要安全的回来。你看他用的每一个词，像 untried 未经尝试的， unknown 未知的，都在不断的叠加这件事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接着他主动提出了那个最尖锐也是当时最大声的质疑，可是为什么是月球？这个问题在当时真的无所不在。你看报纸社论、国会辩论，几乎所有人都在问，地球上还有这么多穷人，有这么多社会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要把天文数字的预算砸在一颗遥远又冰冷的石头上？这根本就是好大喜功嘛！但甘乃迪完全没有回避，他直接把这个最大的反对声浪放到他演说的正中央，准备要正面迎战。他的回应方式真的堪称教科书等级。他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是月球，而是用另外2个问题来反问：为什么我们要去攀登最高的山？为什么35年前林白要独自一个人飞越大西洋？你看，这2个例子选得太好了。不管是攀登圣母峰还是飞越大西洋，在当时看来，同样都是烧钱玩命又没有立即回报的疯狂举动。但事后证明，这些挑战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能力边界和我们的精神视野。透过这2个类比，甘乃迪非常巧妙地把整个辩论的格局拉高了，从一个关于预算要怎么分派的技术性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关于我们人类到底是谁的哲学性问题。好了，重点来了，在铺陈了这么久之后，甘乃迪终于要给出他最终的答案，这也是整场演说，甚至是整个太空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第3部分，因为它很困难。我们选择登陆月球。注意听，第一个关键字是选择 choose。这个动词用得极其精准，它其实可以说 We will go to the moon， 我们将会去月球，但它没有哦，它说 We choose。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登月不是一个被迫的决定，不是为了跟苏联赌气才做的，而是一个我们基于自由意志主动做出的充满能动性的一个选择。光是这一个词就为整个计划注入了非常强大的道德正当性，并非因为他们很简单。这句话是直接挑战了人性中趋吉避凶、喜欢选择安逸道路的天性。你还记得开头那个浓缩历史的比喻吗？如果我们人类的祖先永远只做简单的事情，那很抱歉，我们今天肯定还在山洞里面。所以这句话就像一记重拳，直接打在那些主张等一等、歇一歇的人的心上。它等于是在说，选择安逸就是选择倒退，而是因为他们很困难。蹦，这就是最终的答案，简单直接却石破天惊。
甘乃迪在这里完成了一次非常惊人的价值反转。他把困难这个原本是最大的负债，变成了最大的资产。他告诉所有人，我们不是尽管它很难才去做，而是正因为它很难，我们才非做不可。因为挑战困难是定义我们是谁，激发出我们最大潜能的唯一途径。就这句话彻底扭转了整个国家的心态，从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到的自我怀疑，变成我们必须做到的集体意志。好，讲完这个最核心的论点之后，甘乃迪并没有就此停下来，他接着要阐述挑战困难这件事情到底能为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具体的好处。这就是我们的第4个部分，终极的考验，也就是我们能从这些伟大的事业当中获得些什么。他接着阐述挑战困难能带来什么具体的好处，重点有几个。第一，这个目标能够组织和衡量我们最顶尖的精力和技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宏大的共同目标，其实很容易就会陷入内部的政治纷争和资源内耗。登月计划就像一个巨大的磁铁，它能把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和资源全部吸附在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第2和第3点，他说，这是一个我们愿意接受的挑战，也是一个我们不愿再拖延的挑战。这2句话再次强调了选择的主动性，同时也强烈地暗示了来自苏联的竞争压力。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所以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甘乃迪想传达的核心思想其实是，登月计划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把国旗插在月球上的那一刻，而是在于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整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想想看，为了登月 ，NASA 必须发明全新的电脑技术，像是导航电脑里面的机体电路，这就直接催生了后来的 Silicon Valley。为了制造太空衣，我们发展出了新的材料科学。今天我们穿的很多机能性布料，消防员的防火衣，技术源头都来自这里。更不用说它启发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投身到科学和工程领域。这些为了过程而诞生的副产品，它们的价值其实远远超过了登月本身。演说的最后，甘乃迪用这句话为整个计划下了注解：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最艰巨也最伟大的一场冒险。你看，他又一次强调了危险和艰巨。他没有跟大家说相信我，一切都会很顺利。相反地，他坦白地告诉人民，这条路充满了风险。因为他知道，真正的领导力不是去粉饰太平，而是带领人民一起去直面恐惧，从而激发出最伟大的勇气。而历史也证明，这场伟大的冒险最终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听完甘乃迪的演说分析，我们回到现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话依然掷地有声。这也让我们不禁要反思，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登月计划？是解决气候变迁吗？是攻克癌症吗？还是去探索人工智慧的终极潜力？这些挑战每一个都像当年的登月一样困难重重，甚至更难。但或许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一种敢于选择困难的集体意志。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入的思考。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透过拆解这场经典演说，学到了3个非常强大的沟通心法。第一，营造共同体，用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把所有人都拉进同一个故事里。第2，提升格局，面对质疑的时候，不要在细节上纠缠，而是把问题拉到我们是谁的哲学层次。第3，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反转，把最大的阻力，也就是困难这件事，重新定义为最大的动力。这不只是一套演说技巧，它更是一种在面对巨大挑战时凝聚人心的领导力。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